Hello， 大家好，我是 Esther。这一天都是在卧室里录的，因为客厅被我 partner 占据了，他现在正在客厅里激烈打王者。然后今天随便讲讲吧。首先是我剪视频的流程，是我录完之后把视频扔到 After Effects 里面做一些基本的剪辑，然后输出之后再扔到 CapCut 就是剪映里面输入字幕，然后再上传 YouTube 改一下，把字幕也上传上去改一下字幕，接着让 ChatGPT 出繁体跟英文的字幕。然后今天 partner 就问我说，他本来昨天就想买 CapCut， 然后他问我说我可以用 CapCut 做剪辑，我说我有在用啊，但我只是用它来输出字幕而已，因为它的字幕功能确实好用。然后说昨天差点买了1个月13块人民币，他问我这个多少钱，我说我电脑版的，而且是国际版，中国版就要剪映，国际版叫 CapCut。我说也不便宜啊，我说要10刀，他就觉得他那一瞬间还觉得好贵。然后我说我付钱的原因是，就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说，也不算直觉，也有一定的分析，就是我很确信说剪映应该会窃取很多个人信息。就是之前酷狗的输入法事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你用酷狗输入法，你所有输入的文字，它都会上传到 Google 的酷狗，它都会上传到酷狗的那个服务器里面，就是好可怕，它精准的知道你说出的每一句话。然后我觉得剪映应该也没有那么好的用户隐私协议，就是它会记录我的声音、我的脸。先不说抖音会不会主动向谁泄露这些信息，就算它是服务器被黑了，这些信息被泄露出去，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说我免费的最贵，便宜的也很贵。我宁愿花$10，我每个月虽然只是用来输出字幕，但我买个安心，可以吧？CapCut 我查了一下，它是会符合欧盟跟美国的一些北美的一些对于用户隐私协议的标准，所以我宁愿每个月花$10买它这个字幕输出功能，也不要用便宜的剪映，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我不信任它。然后为什么我会愿意为字幕花钱呢？首先我这个人说话比较快，而且有时候中英文混杂，也就随性一点嘛，就我不是特别想说仔细的思考每一个句子，想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因为这个录视频这个事情要好做一点的话，我更好坚持。所以如果是我自己，所以需要字幕。第一点，所以需要字幕。第二点是，如果这个字幕是我自己来加的话，我觉得这可不得每天2个小时就花在搞字幕上面。那我宁愿用$10买断我几十个小时的搞字幕的时间，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就也不是花不起这个钱，就是一杯奶茶钱，说白了，说就花呗。就这个想清楚之后，我就心安理得的会花10块钱买 CapCut。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发现，就是其实相比起我的身边的朋友，我其实已经算很会利用 AI 的人了，就不是跟那些网络上专门用 Midjourney 生成摄影作品集的生成摄影照片的那些大神比，就只是普通的将它们融入 workflow 来说，我发现我已经很会用 AI 了。就天哪，我这嗓子！就今天我朋友，他也在，那是我初中玩的很好的一个朋友，这么多年关系不错，然后一直有联系。他在加州做平面设计，他今天跟我说，他说 ChatGPT 像个智障，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这是让他可能要做一个 responsive website，
就是像现在这样，就是这一排5个 box， 在你一边把这个显示窗拉得越小，它这些格子排列会随着那个浏览器的宽窄而产生变化，这是它交互的其中一个点，就这一点了。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他让 ChatGPT 做 ，ChatGPT 不知道怎么给他生成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跟 ChatGPT 交流的。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我就也看到，我就先把图画出来，然后再把指令用人话说了出来。这也是第二次生成，第一次也给我生成一坨屎，第二次生成然后就成功了。然后我的朋友夸我很会调教 AI， 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没有那么着。就虽然我今天并没有在做 backend 这个 project， 我没有再继续研究这个模特 AI， 今天没有研究，明天会继续研究。但我其实已经是很会，就像他说的调教 AI 的人了。I'm good at it, OK？ 今天为啥都没干呢？今天早上首先看到版主不是这阵子回台北了吗？他好忙啊。先看到他今天先发了一个他跟唐启阳的访谈。哇，唐老师都瘦了。虽然我没有一直关注唐老师，但是唐老师都瘦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减肥？对不起啊，唐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很激励我减肥这件事情上。然后我又看了那个版主跟这个 UP 主我不知道叫春花妈跟这个台湾大姐的访谈。看完这2个访谈之后，晚上又看了一部电影叫《通灵男孩诺曼》，是一个 stop motion 的那个粘土定格动画的电影。然后我就感觉，因为版主正好讲到他小时候是怎么知道自己看到那些东西不是人的这么一个经历，就是他小时候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他那些是鬼不是人，他只觉得家里人很多。直到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外婆去世了，然后他很疑惑说为什么大人让他哭，就他不哭，大人给他揍了哭，好坏。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哭啊？他想不通。他们说大人就跟他说因为外婆去世了呀，就莫名其妙。他说外婆在那坐着呢，外婆怎么去世了呀？他还要去棺材里看一看外婆是不是真的去世了，因为他眼睁睁看外婆在那做得很好。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回去思考说自己看到的可能不是很多东西，它不是人类。然后这一点跟通灵男孩诺曼的开局是挺像的，就是男孩的奶奶去世了，但是奶奶一直在他家客厅坐着，跟诺曼也有一些沟通，会聊天。但是他爸妈就不相信说他看到的是奶奶，就是爸妈也仅仅说奶奶已经去世了，然后这小男孩也没办法跟他们解释，就挺有意思。今天不知道为啥好像有这么一个见鬼的 tips 在跟我一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一直看到这个主题。然后这个小男孩因为他上学一路上都在跟鬼打招呼，在旁人看来他就是个 freak， 就大家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莫名其妙的。然后他在学校也被霸凌，就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大家觉得他很怪。但最后他因为自己拥有通灵能力被人鄙夷的这个经历，这个最后成了他的惊喜包，就是在爱自己课程里面讲说你人生中经历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就是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那个 stronger 的事情加在你身上就是惊喜包。然后他的惊喜包就是他因为通灵能力被人鄙夷的这个经历跟最后那个大 boss 的经历是一样的，但他没有像那个 boss 一样黑化，他就会劝慰那个大 boss， 然后就是皆大欢喜的这么一个结局，就大概差这么一句。这个电影跟爱自己课程中有相关的一些连接，
随便一扯。然后版主跟春花妈那个访谈只有上半部分，他跟春花妈访谈说觉知世代就是2020到之后的12年，2032年这12年之间是觉知的世代。觉知世代最后修成正果是什么效果呢？就是你显化的速度会特别快，就是打个响指，然后 it just happened, it's like magic。就说显化的速度特别快，甚至是有些东西你显化，说的夸张一些，比如一辆豪车，你可以轻而易举的显化它。他原话说的是，甚至可以轻易显化一些你在工业时代要工作很久才能得到的东西。就是 basically 他就是在教如何不劳而获。就可能其实不劳而获才是正解，通过劳动获得应有的报酬，这可能在觉知时代里不是真的。然后比如今天效率，从工业时代的角度来看，我今天其实不是效率很高的一天，做了一些事情但不多。以前的话我会为此感到羞愧，感到愧疚，就说哇，我怎么又浪费了一天。但首先我要成为一个丰盛自信的人，丰盛自信的人不会自我怀疑跟自我打压。其次，我相信每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就像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看完版主两个访谈之后，又看了这一部小小的跟通灵和领袖还有点关系的小动画电影，所以我相信每件事情它都有它发生的原因。然后又说回到我会用 AI， 就是我知道怎么调教那个 AI 做那个 responsive website， 它大概就是这个效果。最后就是我朋友他不知道我跟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到，我只是跟他说，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教授有跟我展示他的代码，我教授在给他，我不知道我们学校一个什么活动做网站，然后他大概跟我看了一下他的代码，然后跟我讲说他就在做这个 responsive website， 就是你的窗口缩到比如说做到之前 75% 的时候，这些格子是怎么排列的，50% 的时候怎么排列的，25% 的时候就是手机的那个 phone ratio 的时候它是怎么排列的。就他跟我讲过这个，所以我知道说这个 responsive website 的原理是什么，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也只是在跟教授闲聊，然后这么多年这个子弹回旋终于打中了他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我帮我朋友把这个事情搞定了。所以我相信当时也只是闲聊了，就是也用工业时代的话来讲也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浪费时间这件事情要重新定义一下，没有时间是真正被浪费的，我觉得。然后大概就是我其实在看我电脑上我写的一些 tips， 要不然我记不住我要讲什么。然后我大概当时写到那里的时候，屏幕上就出现了这个就是5月1号凌晨1点11分。所以这说明高宁告诉我说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然后之前版主说2025年有3个浪，就是2024年的浪如果只有 30% 的高度的话，今年的3个浪大概是75的高度。第一个浪已经过去了，第一个浪就是我被裁员。他也讲过说 you either die or you ride on it， 就是你要么被浪拍死在沙滩上，要么你就冲浪，你就骑到浪头上去了。我觉得第一个浪我成功的骑到浪头上去了，被裁了之后我还挺开心的。然后我有点感觉我今年的柜门是不是要被踹了。我觉得柜门被踹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浪，因为柜门被踹这件事情是符合我要么被拍死在沙滩上，要么骑到浪头上去的这个规律。所以 I don't know， we'll see。今天大概就先分享这么多，也不少了今天分享的。OK， 那就先这样，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